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小孩有时候想跟他玩一下咯，他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他看，两个人一起玩。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我闺女最喜欢我了，回来就抱着你不放，所以我就有时候你说时间长了嘛，就有点烦。为了打发她呢，我就给她整了个平板。因为我平时就是看电脑啊，干嘛要管着他嘛，这样不能那样不能，他就是不管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他也不想想对眼睛不好啊，是不是？一点都不上心，让他什么学点东西啊，掏掏积木呀那些啊，是不是？就是你是觉得他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是吧？哎，对。他陪吗？陪伴的也少。怎么也少呢？我每天不是带她出去玩吗？你哪里就是我要求他，我要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他就会去一下。我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你就觉得他不主动是吧？对。你还脾气那么大，你还打人在家里，我还是懒得讲你的。谁打谁啊？他打我呀，闹得我这个脸都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他第二天就跟我讲，哎呀，老公啊，昨天我真是对不起。一般我就是性格啊，别人都说我的性格平时还是比较好，但是一般不是你是对人家比较好，对我比较苛刻，知道吧？你不是把我惹得特别毛了，我才就是有点感觉控制不了自己，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就是那一次，也许就是可能随便弄一下，可能是手指甲可能是抠到了，把这个皮抠破了，出了点血，他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但是你事后还道歉了是吧？没道歉，没道歉。你不说第二天他跟你说对不起了吗？他的对不起，他不是发自真心的，是我要求的。哎，你也够较劲的了。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都是我要求的，是吧？好，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不做家务，对，你不做家务也好，他也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你把家里刚刚搞得干干净净，我们睡觉了啊，他就是在家里也喜欢喝点啤酒，喝了啤酒吧，也喜欢配一点花生啊、瓜子呀，磕得一地都是，他也不会扫一下，感觉人好累。对，累我还累呢，还有这段我还怕你家打人呢，晚上。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就是不是，等，先别说谁家打人，他打人了，他动不动踹你两脚。哎，踹我两脚是什么？你踹我嘞，是你踹我嘞。我知道啊。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喝酒，一喝了酒了，他就回来就想找你说话。他不管你睡不睡，他就是吵你。吵到了之后，我就只有我忍不住了，我只有两脚把他踹下去啊，对不对？他就说我就踹他，我打他。我这喝了酒，我一不闹事，二不骂人，我又不跟人家扯淡，我跟你说话怎么不行？你不闹别人，你闹我呀？那我是闹家里人啊？那就闹别人更加不合适啊。他们俩这话都是对仗。我喝了酒，我没闹你，我只想跟你说话。老婆说：“你是不闹别人，你闹我。”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的，你是对别人好，对我可不好。”还有近段时间就是特别让我受不了，前段时间就是我娘家是农村，要收稻谷，现在她也在家里时间比较多嘛，我也现在没上班嘛，带小孩这样回去帮一下爸妈嘛，我就要她回去帮我，她就是不肯去啊。而且我不是不肯去，我说了那个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腰痛做不了那个事。第二一个呢，那个农活我没干过，我说了我愿意出钱给他们找人来弄。你没干过，你像我们谈爱到结婚来啊，有10年，可以数得清去过几次，不知道有5次没有。每次去他就理由就是不去，感觉就是对我们娘家不上心，也感觉有点嫌弃。这怎么又扯到嫌弃上面来了？我感觉你就是感觉。说白了，你觉得在娘家也没什么面子。对呀，特别是过年回去的时候，别人看到又是一个大箱子，抱一个小孩，手上还要提点东西。他说你老公呢怎么样？我说他没时间，只能这样讲啊，没有时间回去。春节都不回家？去过1次2次。我说了，你妈妈那边一般都买个房子，买到这个城里面来。现在没买呀。住在那个山里面是不太方便。虽然您是没去过，他那个山里面是确实不太方便，车都到不了，必须要走路，深山里面。那这去了才有意义呢，车能到的地方你去不去也无所谓了。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我今天就来，就是他以后能够，就是改变一点就继续过，要是改不了，我们就过不了。我也不想过了。你啥态度啊？我尽量在改嘛。这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有一天也改不了。哦，那你要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你也不知道要改什么呢？你答应他你要改。反正他讲的这些，我觉得是吧？你既然你说是错了，那我肯定是错了，对吧？啊。我也和你去争辩没有意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哦，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儿？是啊。他就每次吵完，他就是跟你这样争辩啊，他感觉好像他一点事都没有，他是对的，他就是这样子的。呦，吓我一跳。这2步小跑啊，在家也这样是吧？是的。弄哭了，反正就一哄，哄完之后再继续这样的日子，是吧？
就一直我一直也有就是忍啊，我感觉我已经忍了这么久了，7年了，我感觉再忍下去，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崩溃，我就感觉活不了。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的事儿都不大，但是所有的事儿堆在一起，对，这个情感当中总有一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被冷落了，是吧？而另外一方还浑然不知。我问你啊，我问你几个事实，咱们不扯了。你讲。你夫人说你经常出去喝酒，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2、3点、3、4点或者4、5点，是还是不是？曾经。是还是不是？11、2点就回来了。比以前稍微少一点，还是有，但是3、4点可能就是2点、1、2点。一周出去喝几回酒啊？一周哈，基本5、6天吧。啊？5、6天吧。那不就天天在晚上在外头吗？就在楼下呀，没多远啊。然后白天您是睡觉对吗？没有，那也是以前。现在呢？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也做微商，我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哦，白天在家吗？在家。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有交流吗？没有。各干各的是吧？对，他玩他的手机，你要跟他讲话，他也不会怎么样。是还是不是？是。那就说这2个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基本是没有交流的。对，是的。是还是不是？是。你自己觉得你冷落他了吗？冷落没有吧？您觉得先生冷落你没有吗？冷落了。这个主持人我要辩解一下，我老婆的文化不高，真是能抬杠。我说我这个嘴巴在外面也是人说会道的，我一回来看见他我就哎呀。他在外面我就淹了，我就人整个人就没劲了，知道吧？我看见他，我讲了3句话以上，我就感觉我这辈子栽在他手里了，真的。而且他叫我来，我是非常不愿意来的，为什么呢？我发自内心的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就可能对我是满肚子情绪，所以我就觉得是吧？他可能觉得我嬉皮笑脸的。所以你觉得你的婚姻还行对吗？我觉得非常好啊。打分的话，你打100分啊。你打多少分？50。50可是不及格。对，不及格。所以这就是问题。先生觉得是100，妻子觉得只有50。你问他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大的冲突吗？最大的冲突来自于妻子觉得丈夫冷落了她，而丈夫觉得我很好啊。这种大的反差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开场的时候，赵春老师说7年之痒这4个字是为你们的故事的一个注解。7年之前我们谈恋爱时候的热烈浓郁，7年之后都变得寡淡了。很多人在婚姻的时候7年是一个大的坎儿，但你们2个显然感受非常不均衡。男士觉得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女士已经委屈的梨花带雨了。刚才在问说你能改吗？能改。你觉得哪儿错了？您也不知道哪儿错了。对。第一，不陪他回娘家就是错，你会让他觉得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不受重视，我的娘家不受重视。养儿方知父母恩，他爸妈是在深山老林里，用您的话讲，那更需要你们多回去陪伴探望。第二，每周有6天的时间喝酒到凌晨，那我要这样的先生做什么呢？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一回头没有人在我的枕侧，他孤独。第三，你们很少交流，本来7年前的浓郁的爱就已经很少了，你还不跟我说话，是错吗？错了。要改吗？要改。但其实我想跟女士说，你们的婚姻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糟糕。你现在有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我们听到的那些细小的故事，口红买错色号，起码他买了；陪孩子看电脑，起码他陪了；你们去看电影迟到，起码你们去了。这些生活的琐碎，包括他在家里面不打扫卫生，乱丢瓜子壳，100个家庭婚姻到这个时候，有100个家庭都发生过类似的状况，但是你把它想得过于严重了。他就是在家里这7年，他就是没有一次收拾。是的，当然我们说这是肯定不对的这件事情，对。但是有一些男人会觉得这是生活的细节，这里是家，所以我才会乱扔。就是看你从哪样的角度去理解、去解读。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虽然我也觉得有些事情不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是你自己把这个严重度给强化了。这就是婚姻，这就是生活。也许你委屈，也许你不服，但是它是生活的本质。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破冰，就是让这个已经平静的一滩湖面，让它激起一些波澜，婚姻就可以顺利的走下去。多多的陪伴，陪他们出去玩啊，带孩子经常出去走一走，重拾你们过去的温馨，而不是整天的在抱怨，然后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找回到7年前的爱和心中的悸动。我听到你刚刚说了一个字叫忍，很多人在婚姻当中都是要么忍，要么残忍。你们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7年之痒对于你们来说，就是回家好好的自己挠一挠，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感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困惑：我和他在一起到底是爱还是习惯？那您觉得你们之间是爱还是习惯呢？我觉得现在感觉变成好像是习惯，变成是习惯了。那您觉得呢？我觉得是爱呀。是爱，为什么您会觉得是爱呢？因为我看着他，我就生气不起来呀。对，很多时候男生认为爱就是生活。特别是结婚之后平平淡淡的，然后我赚我的钱，你照顾我的孩子，咱们一家人快快乐乐的生活，他们觉得这个是爱。但是女生不会这么想，不管到多大，她都希望她的男朋友去不断的变换爱情的戏码，但是女主角始终不用换。如果男生能够把之前像呵护一个孩子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放到她的身上，我相信她不会那么想。当然，之前我们有很多山盟海誓啊，很多激情浪漫的，那些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我们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很多很平时的事情上。那所以说，把那样的激情放在很多他认为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你现在给他最好的浪漫，是这样吗？是。好的，谢谢二位。好，谢谢郑老师。来，莎娜老师。我之前看一句话形容说是什么？一到家就喊累，朋友一叫就到位。然后您先生呢再加2句，一吵架就认错，怎么改不知道，对不对？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老师。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人做事情啊，时间一长，难免会懈怠，因为他觉得角色已稳，地位已稳，所以就缺失了相应的责任感。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在最开始恋爱之初和结婚之后，对于角色的认同是不一样的。在恋爱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角色的认同是我是你的谁，但结婚之后就变成了你是我的谁。我是你的丈夫，强调的是义务；你是我的老婆，强调是我的权利。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会认为男人婚前婚后改变得太大？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认为女人丝毫未变，甚至是变本加厉？为什么女人会认为男人在之前能哄能宠，但现在不忍不让？其实你们的婚姻最初就埋下了这样的隐患。女人要清楚，恋爱之初男人的忍并非生活的常态，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而男人也要清楚，我最初对于你的宠哄，其实让对方已经感觉到，婚后你也许还会一如既往。不要永远感觉对方会自动自觉地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爱是需要一起练习的。你为什么会觉得痛苦？他为什么会觉得没事儿？你为什么会觉得婚姻只有50分，他却觉得有100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有很多毛病，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毛病？你知道为什么？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需要。你痛苦来源于你感觉到你不被他需要，被他忽视，所以你痛苦，你打50分。他为什么沾沾自喜觉得100分？是因为你种种的哭闹，他都认为我是被需要的，我已经得到了满足，所以我打100分。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本能，你也别沾沾自喜。你等到哪天他已经不派你回家了，也不给你打电话，也不跟你闹，也不跟你吵，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你就会像他今时今日一样的痛苦。
你会有严重的挫败感。我一大老爷们结婚这么多年，我的女人居然不关心我，我在外面喝酒，她居然一点都不担心，你马上会疯了，马上就会痛苦，你信不信？所以你现在不要等她哪天不在乎你了，绝情了，不需要你了，到那个时候，你像她今日这样的痛苦，你得好自为之。不要把现在种种她对你的需要化为乌有，不要耍小聪明。我发现你很喜欢耍小聪明，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错，对吧？你还始终要站在台上表现出我很完美。你之所以会这样沾沾自喜，有点骄傲，是因为现在这个女人离不开你，你才会骄傲。她要是不搭理你了，不在乎你了，我不相信你能骄傲得起来。我再说难听一点，她哪天要是不在乎你了，她成天躲在娘家，我不相信你高兴得起来。女人要真的狠的话，就可以这样整你，你信不信？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需要对方，也需要自己能够为对方做点什么，这是一种平衡。所以我认为，第一，不要自认为对方可以自动成为你想要的状态；第二，你在对方满足了你被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一下对方被需要的本能。明白了吗？好好的啊，孩子都这么大，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被吓着了吗？有一点。会那么干吗？会吗？不会。他说不会，你心里踏实点了。我相信了。要是你以后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人的这个婚姻其实就是这样，有人说怪手机，怪这个，怪那个，其实就是生活没有了新鲜的动力，仅此而已。找点吧，你们自己回家找找吧。先生，我看是一心想过，是吧？对。妻子是一心想过好，所以双方达成一个好的标准，其实就好办了。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选择跟你到这里来的那一刻起呢，我就决心要改，反正你说什么呢，我就做什么，但是你这个东西怎么讲，一个巴掌也拍不响，以后也希望你能改正你的一点缺点，大家共同把这个小家经营好。以前就是对家不关心啊，这样我觉得你真的变了好多。我也想你以后就是好好两个人想好过下去，就是看你的表现。你要是表现不好的话，可能就日子就以后过不下去。我会表现好的，你放心。希望你这样。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关门。来，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别哭了。